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党键。我们之前聊了人工智能的历史，人工智能现在能做什么？那么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聊一下人工智能的未来。在科幻电影、电视剧里面，导演们都有很多的奇思妙想，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科幻佳作。比如说，有 AI 以人的形式出现，并且逐步产生意识觉醒。那么就比如说《西部世界》。机械姬就是这样的电影。那么有 AI 以一个网络中心的形式出现，就比如说惊奇队长里面的至高智慧 Supreme Intelligence，包括终结者里面的天网，他们都是以一个网络中心的形式出现的。有一上来就和 AI 干架，就比如说 AI 创世者异星战境里面，就是一上来就和 AI 干架。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专门开一个栏目讲一讲，点评一下 AI 的电影啊。那么电影的话呢，它可以发散思维，天马行空，有无限的创意，也可以视角非常独特，甚至异想天开。不过，对于想把握人工智能未来的真正的发展趋势，勇立潮头，寻找高薪工作，创立新兴公司的我们来说，那么就需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了，用规律作为我们手中的工具，来更准确的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在介绍 AI 发展历史的一集中，主播曾经介绍过大语言模型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对概念的掌握，从而使得 AI 可以掌握全人类的知识，它至少有这个潜力。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到什么时候人工智能可以掌握全人类的知识呢？讨论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说一个定律 Scaling Law。主播没有查到中文的翻译，那么就自己给一个吧，就叫做尺度定律。那么它是由 OpenAI 的工程师在2020年总结的一个经验公式。它总结了神经网络的性能和神经网络大小，以及训练这个神经网络使用的数据量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定律就是尺度定律的话，就是网络的规模越大，使用的训练数据越多，那么最终这个网络的性能就越好。典型的例子自然是 OpenAI 自家的产品了 ChatGPT。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张表格，那这张表格里面分别是 ChatGPT 1到4的发布时间，以及神经网络本身的大小。那么我们用神经网络的参数个数作为指标来显示这个神经网络的大小。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列出了这个神经网络使用的训练数据的大小。那么我们以字节作为单位。要提一下的是，从 ChatGPT 4开始 ，OpenAI 就不再发布它所使用的神经网络的参数个数了。当然，它也不再发布训练数据集的大小。那么我们这个表格上的数据来源是维基百科上推测的一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 ChatGPT 从1到4，总共只用了5年的时间，神经网络的规模就增加了1万倍，而训练的数据到 ChatGPT 3就已经增加了1万倍。到 ChatGPT 4O 的时候，据说啊，这只是传言，说到 ChatGPT 4O 就已经使用了互联网上所有的数据了。也就是说，在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新的数据可以训练下一代的人工智能了。那至于怎么解决，我们之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回到这张表格。那么如何评论 ChatGPT 1到4的性能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行业里面通常认为，ChatGPT 2的水平大概是小学学前水平。ChatGPT 3的水平大概是小学水平，但是到4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有了一个高中尖子生的水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 ChatGPT 1到4这么一路走来，就完美了验证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Scaling Law， 就是尺度定律。那么这个定律就是网络越大越好，数据越多越好。不过呢，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网络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需要的算力就更多，所需要投入的资金也就更多。2024年7月的时候 ，OpenAI 的前员工，他叫做 Leopold Aschenbrenner，
发表了一篇长文，叫做 Situation Awareness The Decade Ahead， 也是没有中文翻译啊。那么老规矩，那么主播就给它安一个吧。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状态意识10年之后。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认为，10年之后的人工智能就可以产生自我状态的认知能力。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提到这篇文章，我们只是想使用它里面的一个概念，叫做有效算力。那么这篇文章里面的作者的话，就是把芯片数量的增加、芯片能力的增加，包括软件算法效率的增加，那么全都折算成有效算力，或者全都折算成标准算力。那么他就说这个算力的增加，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了一切网络越大，训练数据越大，最终就全都变成了算力越大。你只要有一个指标，就是算力，就可以来解决一切。那么就变成了算力越大，性能越好。那么这样子的话，一切的根源就变成了大算力，大算力还是大算力。我们来比较算力的话，就可以采用一个指数的坐标，也就是1后面0的个数。那么我们可以把 ChatGPT 的一个算力，那么作为1，也就是10的0次方。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表格上面，就是说 ChatGPT 3的算力，那么就是-3，也就是说 ChatGPT 3的算力只有 ChatGPT 4的算力的1000分之一，而 ChatGPT 2的算力是-5，也就是说 ChatGPT 2的算力是 ChatGPT 4的10万分之一。那么也就是说，在增加了10万倍的算力之后，ChatGPT 的能力从小学的程度增加到了高中尖子生的水平。随着算力的增加，那么同样令人头疼的问题就出来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训练神经网络的费用也就增加了。根据那篇文章《状态意识10年之后》那篇文章里面提供的一些表格，ChatGPT 4，那么整体的费用就已经高达4亿美元。其中单一次训练的费用就已经达到1亿4000万美元。我们有了算力之后，算力都是显卡嘛 ，GPU， 有了算力之后，那么这么多设备要跑起来，那自然是要耗电的。同样还是这篇文章给出来的，那么 ChatGPT 4的耗电量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瓦特。那么1000万瓦特相当于什么？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就相当于1万个家庭的耗电，也就是大致相当于美国一个小镇的耗电量。说到这里，感觉好像也还可以接受啊，因为训练一次或者说整体的费用也就几亿美元，耗电量几千万瓦，就是一个小镇，美国有那么多小镇，对不对？好像也还可以。但是我们要重温一下刚才的口号，什么口号？网络越大越好，数据越多越好，性能才会越大。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增加算力，才能训练出更好的神经网络。ChatGPT 4到 ChatGPT 2，算力已经增加了10万倍，它的能力也从小学学前的水平涨到了高中尖子生的水平。同时，在全球也已经拥有了几十亿的客户，那么回答的各种各样客户提问题的一些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人工智能达到了博士或者行业顶级专家的水平，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训练一个人工智能的速度比培养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时间那是要少得多了。一个是以月计，另外一个是以10年作为单位来计算的。这时候，大量的博士水平的人才就会涌入各行各业，再加上人工智能超高的思考和工作效率，和一周7天日夜无休的拼搏精神，那各种科研难题、项目困难，那是刷的迎刃而解啊！等一下，你是说博士也要失业啦？这个问题我们等到下2集再说啊。哪里来的怪人啊？我们接着说我们的哈。那么从商业角度上来说，无论是谁家的人工智能达到了博士或者行业专家的水平，那应用范围就会快速的超越现在的聊天、回答问题、帮你作画这样子的一些领域了。
人工智能提供商就可以在各行各业，就可以向各行各业的公司提供虚拟雇员，去解决各个公司里面实际遇到的一些技术、管理、法律、财务等等方面的一些难题了。我们今天的聊天软件或者说是大语言模型，基本上属于没有记忆的，那么它只能根据那一时刻的对话框里面的一些聊天记录来的上下文来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但是今后一个可以直接进入到你公司的远程的 AI 雇员，他就可以数月数年的参加公司的项目，帮助公司的项目制定计划，和所有其他的员工一起讨论面临的法律法规风险，一起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一些技术、财务的问题。那样的 AI 其应用范围就会宽广的多得多。一个人工智能行业专家雇员，如果我们每年说1万美元的话，那这比真实的人的雇员可是要便宜10倍以上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工智能的行业专家，一个公司去雇他，如果一年是1万美元的话，那基本上相当于雇佣一个人的1/10了。那么如果有1亿个雇员的话，那就是1万亿美元。可以看到，行业专家级别的人工智能，它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市场的。这样，巨头们一定它会再接再厉，把人工智能从现在类似 ChatGPT 4的水平往更高的层次再推上去，一直达到博士或者人工智能专家的水平。据说扎克伯格已经购买了45万片 GPU， 而亚马逊的话，它已经在建一个10亿瓦特耗电量的数据中心，传说他们可能会建在中东。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的话，它会由140万片 GPU 来组成。那么为什么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的话，它会用到 GPU， 也就是显卡？那么我们会在算法章节和大家详细的讨论相关的问题，所以还请大家点赞关注，把你们的诉求告诉主播，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这样子的话，在 GPU 那一集来临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通知啊。接着就让我们讨论一下行业专家级的人工智能实现的代价吧。如果我们把算力在现在 ChatGPT 4的基础上再增加100倍，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就暂且叫这个比 ChatGPT 4算力还要高100倍的下一代的人工智能叫做 Next AI 吧。那么根据之前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张表格，算力达到 ChatGPT 4的100倍的 Next AI，理论上它的能力至少应该接近或者达到人类顶尖的行业专家的水平，或者说是博士的水平。但是财务和耗电的代价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么同样还是这篇文章，根据 Leopold 的估计，这个体量的神经网络大概需要100万张顶级的 GPU， 也就是顶级的显卡，整个耗电量大概会达到10亿瓦特。也就是说10亿瓦特是什么概念？大约就是一座大型核电站的发电量。就是说你要去训练这么一个人工智能，你要专门的去造一座大型的核电站，那么整个训练成本会接近100亿美元。不过仔细想一想，好像这个程度的耗电和成本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于那些巨无霸公司来说，好像也还好，大不了自己建一座核电站了，对不对？建一座核电站也就是上百亿美元嘛，对不对？加上训练推理成本，总共也就是200-300亿美元嘛。对于比如说像微软这样的巨无霸，2023年它的整体收入的1/10吧，就可以把这个下一代的 Next AI 水平的人工智能建立起来了。但是建立起以后，它所带来的这个收入可能是万亿级的，所以 Next AI 这个程度的人工智能是值得投的，只要值得投，那么肯定有人会投。那么如果我们在 Next AI 的基础上再增加100倍的算力呢？那么我们也给它取一个名字，就是比 Next AI 还要增加100倍算力的，那么也就是在现有的 ChatGPT 4的情况下增加1万倍算力，那么我们就叫它 Future AI 吧。那么 Future AI 的项目的总的费用将会达到1万亿美元。那么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国 GDP 的3.6%，基本上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全年的军费投入。整个耗电量就会达到1000亿瓦特，
这是多少呢？就是全美国耗电量的20%，是全美国耗电量的20%啊。这个听起来就比较吓人了，也不是一个巨无霸的公司就能玩得起了。而且他也不知道后面的产出会是什么样子。你达到这么大的算力以后，是不是能够，或你甚至拿什么东西去训练你都不知道。所以在肯定是没有明确的商业模式。所以的话，主播认为，没有公司愿意玩这么大。那么，即使美国政府应该也不会投入这种花1万亿比全年的军费还多去投这么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项目，或者说你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的一个项目。所以虽然我们有着这个网络越大越好，算力越强越好这样子的 scaling law， 但是算力、能源和成本很快就会成为发展人工智能不可逾越的一道铜墙铁壁。所以这个事情细究起来就比较有意思。那么如果 Next AI 水平的人工智能就是现有阶段人类能够造出来的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它恰恰好能够达到博士或者说人类顶尖行业专家的水平。也就是说，人类现在能造出来的人工智能的最强的水平，恰好和人类的能力顶级能力差不多。这事儿是不是就有点神奇了？这是上帝给人类的诅咒呢，还是上帝给人类的赐福呢？这事儿就特别巧合，对不对？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啊，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现有技术下，单纯的一个扩张的模式，或者单纯的靠算力扩张的这个道路，基本上到2027年就基本上就会走到一个尽头。但是即使我们止步于2027年的水平，人工智能达到的高度也已经足够的极大的去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整个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AI 博士或者 AI 行业专家届时会大量的进入各行各业，人类之前积累的一些数十年都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到时候比如说2028年或者2030年或者2035年啊，到时候可能只要几个月就解决了，人类的生产力会进一步的获得极大的解放。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虽然 Future AI 程度的算力中心几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但是人工智能绝对不可能停在2027年。古今中外，预测未来向来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发展从来不是简单的把趋势线往前拉一下就可以了事的。我们用速度做一个比喻啊，一个小孩1岁左右，他可以蹒跚学步，走得比较慢。2岁左右，随着他的成长，他就开始会跑步了。但是随着他慢慢的长大，他会跑得越来越快，那么他自信心爆棚。但是稍微有点常识的就会知道，他奔跑的速度是有极限的，哪怕他成为了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他的奔跑的速度也很难超过1秒钟10米。如果他想自己跑到1秒钟20米的话，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或者说不是几乎，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的不可能的吗？如果他跳进汽车，发动汽车，然后把汽车开起来，非常轻松的他就可以突破每秒钟30米啊，对不对？很自然的，汽车的速度也是有极限的。如果他想更快的话，那他就可以换飞机；如果想要更快的话，他就可以换火箭。但如果他想更快的话，再快的话，那就没有运载工具了啊，人类还没有发明出来。那么用这个例子的话，主播是想说的是，任何工具和方法的改进，那么都有它的极限的所在。那么只有在工具和方法上的突破，它才可能把未来的边界大幅的向外延展。对未来的预测从来不是一个把现在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延长线就可以完成的，要不然的话股票就涨到天上去了，是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是对各种制约瓶颈何时能够突破的预言。还记得我们在 AI 发展史的一集中提到的德雷福斯嘛？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写过的那篇文章《炼金术与人工智能》，他就说，上世纪60年代的人工智能研究方法就好像是想通过爬树来登月这样子一样的可笑。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把现在的趋势做一条延长线来预测未来，其本质还是想通过爬树来登月，实际上是一样可笑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该如何突破现在算力、能源的成本诅咒呢？且听下集分析。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